信息化的战争呢，要靠信息化的手段才能打赢。俄罗斯要是想克制海马斯火箭炮，还要在态势感知和侦察监视这些方面呢多下功夫，才能够确保及时发现、及时反击。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我要说的话题是俄罗斯指责美国直接指挥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炮作战。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军事情报的副主管瓦迪姆斯基比茨基向《每日电信报》承认，是美国亲自指挥了乌克兰战场上的海马斯火箭炮作战。俄罗斯国防部说与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说法相反，华盛顿直接卷入了乌克兰的冲突。乌克兰军队针对顿巴斯和其他地区居民区的火箭袭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死亡，拜登政府负有直接责任。乌克兰军队如果离开了北约的情报支援和指挥，甚至连俄军在什么地方都找不着，更不要说用射程达到70公里的海马斯打击什么目标了。所以俄军对于北约的指责，对于美国的指责是有根据的，是有理由的。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带领北约公开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情报支援。富商马斯克甚至公开把星链卫星的应用终端大量的运进乌克兰，并且开通了业务，用星链卫星呢给乌克兰军队、乌克兰政府提供军事通信服务。至于有多少美国的特种部队和特工在乌克兰活动，目前呢还是个未知数。有为数不少的美国人自称是雇佣兵来到乌克兰打仗，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恐怕俄方要经过严密的审讯才能够揭露真相。这些事全世界差不多都是心知肚明。俄罗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问题拿上台面？这可能是因为海马斯给俄罗斯带来的损失是比较大，而且越来越严重了。海马斯并不单纯的是一件武器，而是一个信息化火力打击体系的组成部分，是负责火力投送的一个平台。在它的背后是一个完整而强大的情报信息加指挥控制体系，是美军几十年来炮兵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成果。而在同一个时期内，俄罗斯的炮兵信息化建设却没有什么进展。因此呢，在乌克兰战场上出现的这种体系对抗中，俄军肯定是要吃亏的。无论那几辆海马斯由谁来驾驶或发射，哪怕是由雇佣兵来发射，战果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乌克兰军人来发射更具有宣传效果而已。到目前为止呢，俄军还没有什么手段呢能够有效的克制海马斯，所以俄方这样的表态呢，可能也是一种暗示。如果美国再向乌克兰大量提供海马斯火箭炮及其弹药，那俄罗斯就要对抓到的美国雇佣兵不客气了。美国会有所收敛吗？我感觉呢也不太可能。现代战场情报工作并不仅仅是靠几个特种兵呢，在北约的情报体系之下，更多的是依靠卫星、有人侦察机和无人侦察机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侦察和监视。海马斯的射程呢只有70公里，并不需要侦察机冒险进入到俄罗斯的纵深上空。另外，俄军的战场电子频谱管理水平不高，用电子侦察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能发现识别俄军的指挥所。俄军吃海马斯的亏，很大程度上与俄罗斯空天军的及时打击能力不足有关系。海马斯的射程有70公里，虽然比一般的火炮要远得多，但是对航空兵来说，这点距离根本就不是问题。火箭炮发射的时候它的红外特征极其明显，炮车本身附近的地面和空气温度都非常高。俄军战机只要是携带红外探测设备，从很远的距离上就能发现海马斯，用普通火箭弹或炸弹就能解决。但是呢，俄罗斯空天军很可能是担心对方的地空导弹，所以最近几个月呢也没有什么表现，更不要说配合地面部队来巡歼海马斯了。信息化的战争呢要靠信息化的手段才能打赢。俄罗斯要是想克制海马斯火箭炮，还要在态势感知和侦察监视这些方面呢多下功夫，才能够确保及时发现、及时反击。好，这节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